各位還記得街霸6裡一拳超人的傳說嗎？還能想起哪一位角色的打擊感最強嗎？儘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但我相信我把這兩個關鍵詞組合在一起的時候，沒有人會猜錯我們今天要講的角色。她就是目前街霸6裡可使用的女性角色裡最高、最強壯，同時打擊反饋感也是遊戲裡最強之一的角色——瑪麗莎。縱觀街霸的歷史長河中，從最開始的波森角色，再到如今演變出各種類型派系的人物，其中打擊系角色一直都是整個系列裡打擊反饋最猛的那一批。就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犧牲了飛行道具和移動速度等等原因，所以他們出類拔萃的打擊技就顯得格外耀眼。而且一個打擊系角色，你的打擊感或者其他特色做得不好，自然就沒有什麼人玩。同時又為了再次區分整個派系裡的角色，帶有指令頭和沒有指令頭的打擊角色又呈現了不同的展現方式。没有指令头的角色可能更加強調他們的武打風格和人物的表現，就像達德利玫瑰與茶飲的特點，讓本來就優雅的英式拳擊顯得更加雅致。仿佛你在玩這個角色的時候，不喝一杯手沖意式濃縮，或者一肩不放上手巾，都顯得不符合身份。然而帶指令頭的角色可就沒有那麼多閒情雅致的了，哥們兒就是要戰鬥爽。看看咱們真情在遊戲中的表現，一招劈磚手和破蛋連擊，加上音效的輔助，感覺這一拳都要把眼前的屏幕給擊碎了。還有未來就要更新的艾里克斯，各種打擊配合派森的衰技，甚至已經出現在6代盧克身上的 DDT， 可見其出色的表現與反饋。然而瑪麗莎就可以歸類到帶指令頭的打擊角色了。瑪麗莎在設計上非常優秀的是她的技法背景是源自以生命為代價的古希臘搏擊潘克拉辛，這就奠定了這個角色優秀打擊感的基礎。我雖然不懂這項搏擊，但你只要在網上搜過這類技法，你就會看到一座非常有名的雕像。其次，在招式屬性上的設計也稱得上是錦上添花。羅馬劍盾和超人飛拳2把體彰顯硬漢本色，短劍更是有真的劍氣特效，再加上蓄滿後的特性，更是讓使用者的反饋更上一層台階。而說到蓄力，瑪麗莎所有重攻擊都可以蓄力。然而最牛逼的設計，我認為就是蓄力這個點。這他媽哪是他在蓄力啊？這分明就是我們玩家自己的拳頭都開始蓄力了，代入感簡直拉滿。最後在擊敗對手後戴上了頭盔，抱起倒地不起的對手望向前方。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動作調度，很難不讓人燃起內心的斯巴達之魂吶。那麼我已經花了這麼大的篇幅去誇讚卡普空對這個角色的動作塑造，是時候聊一聊關於這個一拳超人瑪麗莎的傳說了。給很多沒在 S1 剛公測那幾天玩過的玩家們說道，那時候魯克的下中拳和肯的下中腳還沒有被大家發掘出來，而且每個人都玩得相對比較保守，因為還不熟悉這代的系統嘛。然而就在這一眾角色中，突然冒出一個隨便連一下就能大抵千血的角色。那時候你老傷黃金轉拳取消 CA 都不構成連段，瑪麗莎任意起手隨便連幾下都比老傷指令頭來得更有衝擊力。直到後來時間短暫的過去，終於有人發現了瑪麗莎的恐怖之處。給大家模仿一下出版瑪麗莎最大傷害的拳法，可以說幾乎沒有操作難度，而且起手式又是一個重拳蓄力，非常契合一拳超人這個名號。於是乎，只要拿到對手凹空升龍的機會，每一位一拳超人都能得到擊打的滿足感。但實際上，這個角色隨着所有玩家對這個遊戲有了更多的認知，瑪麗莎雖然在傷害和打擊感上依然頂尖，但其防守和移動的弱點漸漸暴露在大眾的視野。時至今日，她的強度已經逐漸來到了中等往下的地位。不過說到底，象性表不過是職業玩家們個人的主觀看法罷了。它確實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但不代表身為路人的我們就是完全跟着他們的鼻子走了。要我說，瑪麗莎絕對是一個能在 M1600的及格線之前玩起來嗨爆了的角色。視頻都看到這兒了，我帶大家走點捷徑，是不是就顯得有點對不起大家了？現在就讓涂抹人為各位新人朋友解囊相授，讓你在邁入及格線之前好好的戰鬥爽一次。但是注意啊，接下來我提到的都是一些快速入門的捷徑，踏入及格線後需要大家更嚴謹的了解學習才能繼續往上。首先我們要快速了解瑪麗莎是個什麼樣的角色。她是尤其在虛損狀態下防守能力偏弱，並且基礎移動速度比較慢，起手招对比普通角色不算很優秀的角色，尤其是面临现今版本的某些傻逼角色显得尤为吃力。所以防守这一塊我們就要多多管控自己的資源，以及使用劍盾做防守反擊。另外，瑪麗莎在對應優秀的地方就是她的壓制能力和直觀的傷害。然而走捷徑最重要的是，瑪麗莎是一個強力的複合機器。先說在例會中拳腳的使用，如果你對自己的反應和對策很自信，不妨可以多用戰重拳去摸獎以及插合，追求穩定就用6MP，兩者只要出康就能穩定放倒對手。另外，當你
想要插合對手的時候，可以用 2MP 複合綠衝，或者 2MK 限制对手姿態和位置。記住啊，在這個時候，如果你和對手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不管你是揮空還是防住，直接按一發 5HK，10次裡面起碼要中7次大坑。這種情況也包括羅馬短劍揮空或者極限距離防住的時候，因為在對手对策不足的情況下，很多時候都會下意識的按鍵來限制或者雀反你，但又因為那個距離對你自己來說十分的安全，可以無腦按到對手惱羞成怒亂出招為止。在起攻階段，瑪麗莎的前重腳是一個非常硬的招，你取消過去任意打折，也可以選擇直接進去指定頭。除了這一招，輕版的超人飛拳偶爾用一用也有放倒的奇效。這些招啊，只要命中對手，瑪麗莎都有很強力的後續。至於壓起身就不用我多提了吧，最多聊一下瑪麗莎在安全跳的時候多以打鬥氣為目的就行，不用每次跳都一定要拿到血量才肯罷休。防守方面，其實瑪麗莎只要還有鬥氣，一般情況下也不太會有那種完全打不了的情況。尤其是現在這個版本的瑪麗莎 SA1 破頭可以熬的招真的太多了。歐弟羅馬劍盾在首帧的時候就有上半身霸體反擊的判定，尤其是當你拿捏對手的習慣過後，他想要拿到合適的進攻收益，簡直和吃屎一樣難受。那麼沒有資源的話，在对手連防後搶中拳 TC 也不是不行，雖然這是下策，因為不是綠衝輕攻擊的話，就不是連防能被凹的。偶爾站輕腳、站輕拳，也能讓一些壓制不夠穩定的對手吃到一點苦頭。對空上，瑪麗莎確實比其他角色更吃力，因為這些對空方式或多或少都需要一定的提前預讀。2HP 就不多提了，再快一點，尤其是封對手逃離廁所的時候，就會用到空中 TC， 也包括短劍對空，這些都需要你更快的反應和更好的理解才熟能生巧。不過在你拿到更高分之前啊，这些可以暫時先放一放，先把機械複合用出來，連段傷害一定要打滿。防守的話，什麼都試試，多摸摸對手習慣。第一回不要着急着各種飛拳飛踢亂放，只要等到康，瑪麗莎就有很多機會打進去了。自然而然的拿到 M1600的標準線，可以說是輕輕鬆鬆。不過最後還是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分享的都是些公式化的打法，屬於那種無腦的上分捷徑。如果你已經達到了滿意的分段，依然喜歡這個角色的話，我也十分推薦你能繼續玩下去。儘管這個角色在大後期的分段想要爽起來非常考驗技師功底，整體性能對比目前大環境來說不算是強力的角色。但如果要我給到推薦遊玩瑪麗莎的理由的話，它就是街霸6裡全是戰鬥爽的角色，而且現在這個版本的瑪麗莎也全方位加強了一大波，所以我認為目前正是入坑成為瑪麗莎玩家的好時機。那以上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如果大夥兒喜歡，還請勞煩點個小小的讚，關注並訂閱我的頻道，後續還有更多精彩的內容，大夥兒千萬不要錯過了喲。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不是禿頭，你還願意叫我一聲藝術家嗎？我是禿頭，一位草根藝術愛好者，我們下期再見。就讓我逃離宿命的浪